珍藏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太贵重，太贵重了。庄大人，您就别推辞了，救救咱们吧。傅少卿是您的快婿，与您有翁婿之亲。你哪怕帮我们送几句话也成啊。这左行长宣赫之时，朝中掌权之人，谁没给他裴大夫行过方便，受过他的好处啊？正是如今，裴党全部被这傅少卿赶尽杀绝了，这下一步难免拿我们开刀啊！是啊，不是，在下不愿帮忙，实在是开不了这口啊。庄大人，我上有妻室老母，下有年幼儿女，一朝不慎是满门抄斩呐！我实在是赌不起呀，庄大人！庄大人，庄大人救命！折煞下官了，庄大人，救命！救命啊！诸位大人，救救我吧！我又何尝不是受了那裴掌印的好处，至今日夜寝食难安。我是逆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啊！你手打什么东西了？是啊，就只是一幅画而已。这可是前朝大圣手李航的真迹，价值千金不止啊！如此贵重啊！自从裴掌印入狱以来，咱们家那位姑爷在京城掀起了一阵阵的腥风血雨。每回他踏进我们家门槛儿，我这都心惊胆寒的，总觉得是无常登门来索命。如今他又住进了偏院，我这心里更是七上八下。无论如何，也只是一幅古画而已，与左行场那些通天车地之事比起来，大概不会有人在意的。我赌不起啊！咱们这一大家子不能死在这古画上面啊！时候也不早了，老爷，要不你先歇息吧，明日再想想对策也行。如烟，你先回去歇息，让我再静静。是老爷。他为何送你这幅古画？那年顺天乡试，我任考官，裴大福他有位远亲小侄，便托我考场舞弊。姑爷，我知此乃重罪，还望看在已故雨行的面子上，饶过我这一次吧。这些年来，此事乃我心病。裴大福他手眼通天，他既找上了我又哪敢不从啊？快起来说话，哪有岳丈贵女婿的道理？这左行长在京城为祸多年，这种事情实乃九牛一毛。若全要追查的话，只怕诏狱无监可作，朝堂无人持护，整个京城都要翻天覆地啊！那姑爷的意思是不再追究了？大理寺如今仍有重任在身，无暇顾及这些小事。这裴党亲信皆已覆灭，还有何大事需继续追查呀？我多嘴了，那定是国之机要，姑爷不必为难，不必开口。却也并不为难。这个裴大福在京中敛财多年，本该富可敌国，家财万贯，可大理寺清点其名下财产，竟一贫如洗，比廉吏清官更甚，这其中必有古怪。如今我们正全力追查他藏于暗处的巨额财产。还好，还好，我与翰林院任职多年，不过是一小小编修，与此等大事那是绝无半分干系的。这话，庄大人收好。莫，这东西放我手里烫手，还是有劳姑爷暂且收留。若是以后有何差池，也好有几分转圜的余地，你看可好啊？也好。多谢，那就不搅扰姑爷歇息了。庄大人慢走。姑爷留步。好，莫送。
是你自己出来，还是我过去抓你啊？三小姐，三小姐今夜来访，是有什么要紧事吗？大理寺要务在身，你为何要不远千里赶去儋州？不如你猜上一猜。素闻姐夫睿智多谋，绝不会行无礼之事，除非儋州之行，矮匪凶案只是幌子，实为调查裴大福秘密私产一事。你都听到了，然后呢？因此事牵扯重大，你在京城又被一双双眼睛盯着，所以你才会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你如何觉得裴大福私产与儋州有关？儋州多有港口，海泊临集，商贾成聚，又远离京城监管。若我手中有一笔来路不清白的巨额财产，放到儋州左右流通，确是个好法子。三小姐如此见识，可全都是因为受了儋州那位叔叔的调教啊！我只想知道，你心里到底藏着什么目的？你我初见那日，三小姐便和我讲了一个故事，说你儋州的叔婶如何慈爱温柔，讲你在儋州如何无忧无虑、幸福安稳地长大。我此前儋州一行确实听闻了不少趣事，不如今夜我也和三小姐讲一个故事吧。你有话就直说。17年前，有一辆马车载着一个女婴，从京城驶向儋州。她本是京城官宦人家的女儿，被诬为鬼怪，赶出家门，寄养在儋州的同窗家中。京城时常会寄来糕点和银钱，但却始终未落到她的手中。婶婶是个乡野蛮妇，对她动辄便是满口污言秽语，又打又骂。但相比之下，家中的男人则更为可怕。他这位叔叔是个屡试不第的风秀才，日夜苦读如入魔障，甚至让女孩将他多年的拗口骈文逐句背诵，错一个字便不许睡觉，不许进食。他在家中受尽苦难，在那小渔村里也是备受欺凌折辱，人人都叫他赤脚鬼，还总有乡村顽童胡闹捉弄，时常将他推搡在地，将他的鞋袜夺走，逼他赤脚而行。这17年间积攒下的仇怨，让他恨透了这夫妇二人。他一天一天长大，终于有了反抗的力气，终于亲手杀死了他的仇人，并从儋州逃回了京城。一个是海匪胡乱杀人，一个是养女复仇弑亲。三小姐，这两个故事孰真孰假呀？不知姐夫从何处听来这些离奇传言？我又如何知道真假？夜已深了，您早些歇息，韩燕告退。傅大人请自重。你既不知真假，那这些伤疤从何而来？二小姐，让开！不是，放开我！傅云熙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
即便我有千错万错，是你自毁家宅，住进我们庄府。你明知庄雨山自小恋慕于你，却还是故意引起他争风吃醋，让他与我为难。你到底藏有什么目的？如果你想把我抓了去，尽管将你的所有怀疑、所有证据呈上大理寺，而不是三番两次戏弄于我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的那些谎言不堪一击，只要有心之人稍加查证，便可将你逼入绝境。希望你记住，真正厉害的骗子，骗人时是不说谎的。大人，您在去儋州之前特意吩咐于我，若是在入城纹路上看到段天师的名号，便派人将字条塞到蜡烛之中，送到三小姐的闺房。此事您还记得吧？此事你做得很好。那您方才为何不告诉三小姐？您如此为她费心筹划。此话一说出口，倒像是邀功一般，不必说了。那您是如何猜到这道士会来京城的呀？行事谋划，终究逃不过人性二字。既然有人要害他，自然会挑他最大的弱点来下手。您既有心帮他，却又特意吩咐于我，为何不直接将字条写得清楚明白？他若足够聪明，便能看个明白。说这点玄机他都参透不了，我也不必费心帮他。他终究是死路一条。这位三小姐确非凡人，就连您去儋州调查裴大夫私产一事，她竟然也能猜到一二。我也有几分意外，他竟然能想到这一层。对了，大人，裴大夫一子一事已在京中疯传，咱们是不是也该把调查进展速速上报给大理寺？一定要上报吗？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说寻得那位义子，拿到那笔财产，你和沐风各自分得2成，其余6成归我。你可愿意啊？大人，您这是认真的？自然。大人，属下追随您多年，您并非贪图财物之人。我总得为阿芝的未来做打算吧。可是大人，你一时又想找一个有手段、有主意的女子保家，一时又想要私吞左行场这笔巨额财产，莫非是出了什么事吗？方才我说的话，就当我没说过。时候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是，大人。他真是好手段啊！口口声声对傅云熙无意，结果深更半夜与其私会，而且还不清不白的拉拉扯扯。二小姐，您早些休息吧。翠苑，你明日一早去一趟南山医馆。南山医馆？我听说那里收治了好几个天花病人，整个医馆已经封闭多日了呀。你去寻一只枕头来，我要天花病人用过的。这，二小姐，这天花凶险，一旦染上极难医治，即便是康复痊愈，容貌肌肤也会被疤痕尽毁。我就不信届时他傅云熙还会对他动情。二小姐，这怎么？你不愿帮我？
发生何事？你的枕头被动了手脚。我方才已经查过，那枕头是从南山医馆得来的，天花病人用过的。天花？是庄雨山？是他的贴身丫鬟。也就这点手段啊？如何处置？先把这被褥拿去烧了，你再去一趟南山医馆，帮我寻一些天花病人的豆痂回来。豆痂？你先去办，晚些再说。好。孙儿祝祖母来年一切顺遂，像这玉镯一般圆圆满满。哎呀，侄儿破费了，哎，真好。祖母喜欢就好。喜欢喜欢。前些日子听宝蟾说，祖母想做一件狐裘披风，但又害怕浪费银钱。雨山啊，存了小半年的银子，特意为祖母挑选了一件质地上乘的皮料，还请祖母过目。哎呦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你说我这老身子骨了，能御寒过冬便好，要什么狐裘披风啊？宝蟾，你这丫头，我就随便提了一下，怎么到处乱说呢？祖母，你就收下吧，这是按照您的尺寸定做的，退不掉了。你看看这，收下吧，祖母，都是二姐姐的心意。喜欢喜欢喜欢哈！哎呀，这个料子真好，是吧？这做工也好，花色也适合您。韩燕给祖母请安。三姐姐，你怎么空着手来呀？韩燕第一次回家过年，还不知道家中规矩，今日是要给祖母献礼。哎呀，无妨无妨，心意到了便好。祖母恕罪，韩燕改日再为祖母准备新年贺礼。好好好，花了不少钱吧？就是，攒了小半年呢。真好看，这料子真好。对。我还从未见过如此好看的披风呢。三妹妹，你什么意思？韩燕正愁没有御寒衣物过冬，祖母不如将这狐裘赏给韩燕吧。你这脸皮也太厚了吧！你不但空着手来，你还要讨赏。祖母，你看他。庄寒燕，你是疯了不成？这披风是我为祖母量身定做的，你有什么脸面争？快给我脱了！祖母，哦，韩燕第一次向祖母讨要东西，祖母就依我吧。你别在这撒娇卖乖，这没人吃你这套，你快给我脱了！脱了，这是我二姐姐花了小半年银钱给祖母买的。祖母，这行了，别吵了，吵得我头疼。既然韩燕如此喜欢，给她便是。啊，祖母，行了，都回去吧。多谢祖母。祖母，回去吧。小半年的银钱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回去吧。幸亏这镯子没让他看见。这便是天花豆荚。你想做什么？我曾听过一个法子，名叫鼻苗种豆，是将天花豆荚研磨成粉，吹入鼻腔。如此感染天花，症状很轻，不会伤及性命根本。种豆之后，还能对天花免疫。为何？昨夜有人与我说过一句话，确有几分道理。他说，真正厉害的骗子，骗人时是不说谎的。将计就计。既然他非要害我，那我让他得逞便是。你再去帮我做件事。好。你再去一趟南山医馆。既然天花病患的枕头都能流出来，那医馆之中必有接应之人。我这位二姐姐不给我留活路，那我也不用再有什么顾忌了。韩燕
向来知礼数，他怎会如此行事呢？到底是儋州乡下长大的，我倒不是非要那狐裘披风不可。你说一个女儿家如此行事，日后出嫁，怕是会闹出笑话的。这离年节还有些时，儿再给您重新做一件。老爷、老太太，三小姐她似乎是病了，又生病了，又得了风寒。奴婢没敢走近，看着像是天花。老爷、老太太，南山医馆的吴大夫求见。他来做什么？他一口咬定，非说咱府上有人染了天花，他是来瞧病救人的。老奴没敢让他进来。是你们巩同院派人请的大夫？奴婢不知此事。罢了罢了，请吴大夫，请吴大夫。这三小姐怎么如此多病多难呢？老爷，吴大夫来了。吴大夫，有劳赶紧进屋瞧瞧，里面是我家三女儿。张老爷不必着急，我这便进去。有劳有劳。我得了什么病？只怕是染上了天花。我多日未曾出门，为何会染上天花？今日三小姐房中可有什么异样？吴大夫这是何意？三小姐是否接触过什么生人之物，比如枕头？我今日新得了一件狐裘披风。大夫，是这件。我可否拿下看看？三小姐安心静养，我这就去为您开药。多谢吴大夫。雨山，是你做的？小娘，那吴大夫说了什么？他为何不请自来？果然是你啊！快告诉小娘事情，小娘好替你想办法。我让翠云去南山医馆买了天花病人的枕头，放进了她的房中。你糊涂啊你！怎么敢让贴身丫鬟去干这种事儿？不是小娘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也是一时就气昏了头脑。那谁知道那医馆的内应小厮怎么就招了呢？我方才听说南山医馆的大夫亲自登门，我这才觉出不好，便让翠云出府了。只怕事情已经败露了。翠云那丫头呢？快把她叫回来。小娘，此事是我指使翠云去做的，兰儿已经被赶出府了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不能再将她推出去顶罪了。你还犯糊涂呢？她是个奴婢，哎，
你的命重要还是他的命重要啊？我从小受他照看陪伴，虽是奴婢，但却忠心。我已经给了他好多首饰银两出城了，你绝寻不到他。你呀，怎么样？是天花吗？此事，小人难辞其咎。吴大夫，这是何意啊？方才我医馆中的抓药小童来向我告罪，说贵府有一位丫鬟，在他手中买了一只天花患者用过的枕头，我这才匆匆赶来，还是晚了一步。你的意思是有人暗害韩燕？是哪个丫头敢谋害主家呀？此女名唤翠云，只是小人并未在三小姐的房中寻到那只枕头，倒是在这件披风的衣领上发现了天花豆荚，想来也是出自我们医馆。这正是雨山送我那件狐裘啊！此事全因医馆管束不严，庄大人若有意报官，小人绝不包庇纵容。吴大夫言重了，还是先赶紧给韩燕抓药救治。京城人多口杂，此事切莫宣扬。小人明白，那我先回医馆抓药。有劳吴大夫了。淑红，随吴大夫去抓药吧。是。二小姐在哪里？老爷，我把人带来了。雨山，跪下。你自己说吧，把前因后果全都分说清楚，再向父亲磕头请罪。都是我做的，没什么好狡辩的。父亲要罚便罚吧。你还理直气壮！我从小就喜欢富家哥哥，当年是您执意要将大姐姐嫁进富家的，女儿这么多年一直不肯出嫁，您应该知道是为什么。这与这事有何干系？自从三妹妹归家，便和富家哥哥牵扯不清，他是打定了主意要和我争抢，我就是容不下他。雨山，祖母自问，不曾薄待过你。即便你容不下韩燕，为何要来暗害我呢？祖母，这是何意啊？孙女从未害过您啊！你莫再此狡辩！我问你，你送给祖母那件狐裘披风上的天花豆荚从何处而来？父亲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没听懂。老爷，那件狐裘是雨山亲自挑的料子，还请了京城最好的裁缝，专门为祖母做的，怎么会沾染天花豆荚啊？你自己去问问吴大夫。这个家我管不了了。小娘，老爷，三小姐来了。她不好好养病，跑这来干什么？她执意要来，老奴也没办法。韩燕，你这是作何啊？父亲，女儿想要回儋州去，不在京中久留了。你胡说些什么？女儿已经打定了主意，她来向父亲、祖母告别，日后大概也不会再回京城来了。父亲若是思念女儿，便写信送去儋州吧。孙嬷嬷，快去扶三小姐！啊！扶住三小姐！你这孩子如此重病，就不要胡闹了，快回房歇息吧。啊！祖母不必再留韩燕了。自从我归家，便搅得家宅不宁，今日更是生出如此祸端，韩燕实在无脸面再赖在家里了。哎，此事怎么能怪你呢？若不是你把那狐裘披风要了去，恐怕我又要遭难了。祖母康健便好，这都是韩燕应该受的。孙嬷嬷，你也别再扶我了，我自己能走。哎，多谢三小姐。你此话何意啊？什么叫是你该受的呀？祖母别再问了。庄寒燕，你把话说清楚，
那狐裘披风上为何会有天花豆荚？是不是你自己放上去的？是我自己放的。雨儿姐姐绝无干系。三小姐这话说的，倒像是雨山逼你自认一般。等等，此前我就觉得十分古怪，莫不是昨天一早你非要夺我那狐裘披风，早就知道其中藏有天花豆荚不成？祖母别再问了，一切都是韩燕咎由自取。韩燕，你有什么苦衷就全都说出来，家中的长辈会为你做主的。韩燕没有苦衷，只是那段真人虽已伏法，但我背负赤脚鬼之名多年，只怕日后祖母身子再不爽利，父亲公务有何不顺遂，全都要怪在韩燕头上。韩燕不想再受此污名了。你的意思是有人要害我重病，借此机会重提赤脚鬼一事，再把那祸水引到你头上？韩燕失言，韩燕绝无此意。祖母，你不要被他这副可怜模样给蒙蔽了，他就是想借机生事。二姐姐放心，韩燕这一走，绝不会再回来。卓二姐姐与富家姑爷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早结同心，白头偕老。庄寒燕，你好算计啊！你口口声声为我说话，实则把脏水全往我身上泼。二姐姐，哪有人会拿自己的性命算计他人？我今日未说你半分错处，若你还念及半分姐妹情谊，也请你放过我。你站住！雨山。雨山，你放肆！韩燕，来人呐，快将二小姐拿下，带回房间禁足。不是小娘，我都没有碰到她，是她自己摔的。哎呀，你闭嘴吧你！祖母，来，碰到她，把二小姐带回房间。不是，她自己摔倒的。韩燕，你没摔倒吧？父亲放心。父亲，韩燕无碍，你快离我远些。哎呀，你这孩子为何如此犯傻呀？若早查出那狐裘披风有异样，为何不直说呢？韩燕无意挑起家中事端，亦不想祖母平白遭受磨难，是韩燕错了。过去祖母愧对你了。老爷，快将三小姐送回房间吧。不能再留在巩同院了。那雨山如此不惜韩燕，只怕还会再生事端。韩燕，不然到永寿堂去，以后你的饮食起居啊，都由宝蟾、宝月亲自照料。是呀，你说可好？韩燕她天花未愈，如此不妥吧？那若我再不护着她，还能把她送到哪儿去呀？我自己的女儿，当然由我亲自照顾。希文，你这是？从今日起，三小姐随我一同下榻蒹葭阁，各位可有意见？算起来，那不过是我与母亲第二次见面。我没想到她会在我落难之际突然现身。这一次，蒹葭阁的大门终于为我敞开，我也终于有机会与母亲同住一个屋檐之下。但母女分离时凄惨，我如何才能真正走进你？
三小姐，入夜了，把我房内烛火也点上吧。主母尚未发话，奴婢不敢擅作主张。不过点一盏烛火而已，也要主母发话。请三小姐恕罪，主母尚未发话，奴婢不敢擅作主张。行了，你忙吧。是。姬兰姑娘，三小姐，主母有请。主母，三小姐来了。韩燕拜见母亲，多谢母亲今日解围，收留女儿。陈嬷嬷，三小姐，这是主母从南山医馆买来的特效油膏，既能治疗天花，又能不留心疤，您拿去试试。多谢母亲挂怀。韩燕，母亲这是何意？这些财物尚未入府库账册，折算下来100两有余。去找一个郎中把病医好，其余的部分够普通人家吃上10余年的。不够？车马已经为你备好，趁着夜还未深，你走吧。女儿命贱，不值100两，且女儿不明白，母亲想让我去往何处。只要从今夜起，别再出现在我眼前，随你去往何处。母亲为何非要赶我离家？这不是你的家。女儿病体未愈，出不得家门。你那点障眼法，瞒得过他们，可骗不了我。深陷后宅争斗，最终绝无赢家。你若当真有几分聪慧，便拿上财物赶紧走，去相夫教子也好，去云游经商也罢，都好过如此自投罗网，飞蛾扑火。女儿从未想过与他人争斗，只想求得母亲一丝怜爱。如今我已身患重症，病入膏肓，母亲为何还是如此绝情？即便你对我没有丝毫慈爱，难道就不怕惹来口舌是非？香野10余载，也能生出你这副伶牙俐齿。多谢母亲夸赞。血脉一格，不以距离论亲疏。从小到大，婶婶说过无数次，我像极了母亲年轻时的样子。好一个血脉一格，那我便成全你，给他带上。既然你非要留下，我也倒想看看你能挨得过几日。他藏起他从前满身疤痕，他忘了他是谁，扮作贵人。夜幕沉沉，庭院深，迷雾阵阵。他已走入这战场，不容分身。
几分爱几分恨，不必追问。谁是假谁是真，还需辨认。畏惧之中求温存，难免被笑天真。狼烟燃起号角吹，谁能脱困？他愿化作利刃，至今不退，杀入这古城。即便狭路相逢，血染双眸，已无怨无恨。不信胜负天定，不求归身，紧握手中人。寒冬君也难摆，为他悲伤至，就只为尊真。他愿一生为人，以爱为盾，杀入这红尘。划破海市蜃楼，镜花水月，为祭奠亡魂。不信胜负天定，不求归身，紧握手中人。寒冬君也难摆，为他悲伤至，这一丝温存。周姨娘与父亲相守多年，她温柔慈善，撑起了庄家女眷门面，自然也惹得父亲更加怜爱。庄雨山和庄雨池这对姐弟，在父亲面前乖巧懂事，但却难掩跋扈本性，十分浅薄。祖母空有尊长身份，但在家中大事上却说不上什么话，更是无心插手闲事。而我的母亲阮希文，她才是庄府后宅真正的掌权之人，甚至人人惧怕，人人忌惮。在我并不算长的人生里，赤脚鬼这3个字一直都是悬在我头顶，挥之不去的阴霾。在得知祖母身患怪病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猜到今日这番情形。那3清灵像是我的紧箍咒，我早已经知晓，这一天总会到来。作为庄家嫡女，若想在京城立足，我必须洗脱这污名。